在日本待了将近10年，读书、工作也买过房子。我发现回来台湾以后，在饭桌上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，除了关于日本旅游的建议，就是在日本买房的经验。可以想象，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，买房毕竟是绝大多数的人一生最大的一笔支出。和朋友的对话中，我也发现，在日本买房跟在台湾买房还是有蛮多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我就想做一集，以我在东京实际买房的经验，整理一下5件关于日本不动产一定要知道的事。无论是真的有兴趣想要投资，还是想要买一个当做别墅，还是退休宅，还是单纯只是想要多补充点知识，多了解一下日本，都非常推荐今天这集。欢迎来到 Ben 桑日本漫谈，让我们一起品味日本。开头就来一个最常被问到的问题：外国人也能在日本买房吗？速问速答，可以。以我在日本住了将近10年的经验，我可以很诚实的说，日本是一个在法律制度上对外国人非常平等的国家。比方说，我在日本工作了这么多年，也没有因为我是外国人的身份就要多缴税。不动产也是一样，不像很多国家会限制只有国民或是只有永住权，就是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才能够买房或是买土地。在日本，外国人的身份是可以购买土地建物，就是建筑物的。这些和日本国籍的日本人并没有什么不同。当然，土地建物并没有所有权的期限，也可以自由的买卖、赠与和继承。外国人的身份和日本人的身份也没有税金、税制上的区别。不过这里有一个追加的问题，常常有朋友问我说，那我买了房子以后就可以长期居住在日本吗？答案是，买房子是买房子，和工作签证或是居留签证是不一样的事情，并不会因为买了房子就附带赠送居留签证。居留签证的部分还是要寻求其他的途径，除了 Shuro Visa 就是工作签证以外，经营管理签证，俗称的投资移民签证，也是常听到的取得日本居留的方法。门槛是在日本经营投资500万日币以上。不过这有点扯太远了，我们还是先回到不动产。再来这题也是常被问到的问题，那就是东京的房子贵吗？老实说这题真的很难回答。难就难在，这就好比问台湾人在北台湾买房子贵吗？这个北台湾涵盖的范围实在太大了。我们都知道不动产最重要的就是3件事 ：location, location, location。这个在日文叫做立地，立地就是中文说的地段。以我在东京住了将近10年的经验，我必须说，东京都实在太大了。比较接近大家概念中的东京，应该算是东京23区 （Tokyo23区），但光是23区也有627平方公里，大概是台北市的将近3倍大。所以东京人常会问你住在哪里，而住在哪里这件事本身就透露了许多资讯。东京的每个车站都有每个车站的风貌。住在哪里这件事，其实默默的就展露了这个人的生活圈、喜欢的社会氛围、生活习惯，甚至是对事情的想法。更重要的是，也隐藏着每个人的潜在社经地位。比方说，东京23区里更精华的就是东京人认为的东京核心，就是将近140年历史著名的山手线 Yamanote Sen。山手线连接的都是响当当最精华的车站，随便讲几个大家常听到的，包括秋叶原、上野、东京、品川、目黑、涩谷、惠比寿、代代木、原宿、新宿、池袋。所以在找立地的时候，有个名词叫做山手线内侧 Yamanote Sen Uchigawa， 就是东京最人文荟萃的地方。不管是商业活动、工作、就学还是娱乐，都是最方便的地点。而山手线内侧的面积只占整个东京都的 2.9%， 资产的稀少性更让山手线的内侧显得高级。既然有高级，那就有更高级。在东京人的心中，真正尊爵不凡、超高级的居住地就是 3A+R 地区。3A 就是麻布、青山跟赤坂
麻布、青山、赤坂。而2003年，著名的六本木之丘 （Roppongi Hills） 落成之后，六本木 （Roppongi） 也加入了这个最核心的区域。第一次听到六本木之丘的朋友，可以把六本木之丘理解为日本的台北101，大家都知道的关键地标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地图，绿色的这圈就是山手线，那红色的板块3A+R 稳妥妥的在山手线内最精华的地方。红色板块的延伸包括浅红色的广岛 Hiroo、神宫前 Jingu-mai、白金 Shirokane， 这些都是最精华的地段。神宫指的就是明治神宫，也包含大家常去的表参道 Omote Sando。话说这个 Omote 表指的就是正面，Sando 指的就是通往神社的道路，所以表参道其实指的就是通往明治神宫正面的那条路。附带一提，我在2021年买下的房子就是在表参道，不过后来我卖掉了，所以只是单纯的经验分享，现在也不是我的。以下我就把当初的各种价格原本的跟大家分享。让我用当初买的房子当作实际案例，跟大家一次搞懂日本不动产的关键字吧。那时候我买的是一个新築マンション，就是新落成的大厦。建筑物的名称叫做 Atlas Omote Sando。走到表参道车站大概7分钟，走到涩谷站大概8分钟。这栋大厦一共有14楼。当初我买下的是604号房，房型是 2LDK， 面积是56.59平方公尺。好，这里我们展开讲。日本的房子主要分成マンション和一戸建て。相对于マンション、一戸建て，华语圈常念成一户建，指的就是独栋的房屋。像蜡笔小新他家就是一户建。拥有自己的一户建，有个小庭园，有自己的土地和房子，这在过去的日本的确是许多人的梦想。不过现在新築マンション反而价钱更高，也更受欢迎。以现在画面上显示的这个首都圈，也就是东京都生活圈的平均价格，很明显的看得到，新築マンション的平均面积是61平方公尺，但平均价格是最高的，来到6055万日元。其次才是新竹一户建。平均面积是99平方公尺，但平均价格却不到4000万日元。看到这里，华语圈的观众应该觉得很奇怪，怎么一户建有房子有土地，反而价格还比较便宜呢？其实这道理很简单，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，不动产最重要的就是地点。一般来说，好的地点、精华地、一等地、离车站徒步很近的地段，都会盖成マンション。对建商来说，也是资产价值的最大化。相对而言，一户建都是在稍微偏远的地方，妥协对交通的便利性，换取更大的生活空间。当然，マンション还有固定的管理和修缮，加上地点好，长期来说比较保值。一户建的资产价值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是不断的下滑，特别是在日本，真的非常麻烦的倒垃圾，还有建筑物的修缮和维护，都必须亲力亲为。甚至比较老的一户建，下一任买家在要买时，还会要求卖家先把土地上的建物清除干净。换句话说，一户建的建物根本不值钱，只对土地有兴趣。而安全面上，虽然日本是非常安全的国家，不过统计数据也显示，一户建发生窃盗的比例是マンション的4倍以上。纵观各种层面，现在日本年轻人倾向マンション的比例上是比较高的。那前面提到，当时我买 2LDK，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日本常用的说法，开头的数字指的是房间数，比方说2表示有2间房间 ，L 指的就是 living room 客厅 ，D 是 dining room 餐厅 ，K 就是 kitchen 厨房。那我们举一反三，比方说我之前在惠比寿租了2年多的マンション，房型是 2DK。大家猜猜看是什么意思呢？没错，这个平面图就是当初我的房型。可以看到有2间房间，有餐厅，有厨房，但是没有客厅。当时我就把下面这一间房间当作客厅来使用。有了这些知识基础后，可以聊聊当初购买的价格。当初我买下的是604号房，房型是 2LDK，
面积是56.59平方公尺，价格是9798万日元。大家先别急着换算，因为这里有一点跟台湾非常不一样。日本的房子算的是实际面积，也就是屋内实际专门属于这个住户的面积。即使是当初表参道的这个房子带着还算蛮大的阳台，也不包含在56.59平方公尺的面积计算里面。当然，公设、雨遮之类的就更不可能包含在这个面积里。所以，虽然这个房子换算起来只有17平多一点，但是这是10平，这样应该比较容易理解。考虑到这个房子在东京最精华的地段，还是个新建案，我是第一手的买家，而且基本上新竹都包含着完整的装潢，这样算起来应该是比台北还要便宜的很多。当然，各种税金还有手续费加一加，总共将近1亿日元。这么大的一笔钱，怎么可能用存款一次付清呢？那时候我向日本3大银行咪ずほ、瑞穗银行申请的贷款。一般来说，贷款可以贷到年收入的8倍，加上这次的物件是新建案，所以我可以申请全款100%的贷款。另外一个推荐全款贷款的重要理由就是，日本的利率真的太好了。因为这间是我自住的房子，所以日本有一个政策叫做 Flat 35，就是35年的还款周期。当初我拿到的利率是0.45%，这利率真的太吸引人了。所以算下来，我每个月还款金额是252278日元。不过讲到这里，还有一个重要但是外国人常常忽略的费用。大家到日本玩的时候，是不是对日本美丽舒适的环境、干干净净的大楼印象非常深刻呢？很多人常常告诉我，总觉得在日本怎么拍都好看。我自己也喜欢干干净净的环境，不过当然这些美好都有成本的。比方说，当初表参道的这个房子，每个月还需要缴マンション的管理费19480日元，还有修繕積立金、修缮激励金。每个月是7630日元。修缮激励金是每个月大家都缴一点，慢慢累积的修缮基金。在日本是这样的，除了一般的修缮，每个月都会有人来清洁外墙之外，建筑物大概每10到15年都需要做大规模的修缮。我刚到日本的时候也不太知道这样的大规模修缮会大到什么程度，直到之前住在新宿御苑附近的マンション住了2年。刚好遇到大规模修缮，它是整栋建筑物从外面整个包起来，在家里可说是不见天日。那时候所有外面贴的瓷砖都打掉重贴，包括屋顶、防水、涂装、排水管清洗、阳台、楼梯、共用部的修缮，甚至看不到的，比方说像机械设备、电梯、水道和下水道等，都一并修缮。修缮完真的看起来像新的一样。这也是我回到台北老实说很不习惯的地方，怎么很多房子一户要3、4千万台币，但外表看起来真的脏脏破破的，外壁藏污纳垢，共用的走廊昏暗阴森，连电灯都没有换，真的看不出来有3、4千万台币的价值。或者说，如果是这么高的价值的话，是不是也可以在管理维护上多投注一点心思和资源呢？或许这是我们可以向日本学习的地方。最后，我想要补充一些豆知识，就是在日本看屋的小撇步。毕竟我当年自己也看了30到40间的中古物件。日本人看房会看很多小地方，比方说大规模修缮基金的累积状况，这个是会严重影响到资产价值的。还有，比方说像看共用部，像是走廊，共用部一般来说是不能放私人物品，像鞋柜啊、雨伞都应该收进去到自己的房子里。如果公用部堆着鞋柜、脚踏车之类的，很多日本人在购买时就会先打退堂鼓，理由是这样代表这些房子的管理组合没有在作为，或是无法作为，日后可能会有很多同栋邻居的纠纷。另外，布告栏也是日本人必看的地方，从里面张贴的内容也可以反映出这个マンション的素质。所以，好的マンション虽然贵，但是第一，地段好；第二，这些小地方都会维护得不错。所以长期来说是相对保值的。另外，因为东京都更做得特别好，所以到处都有新築マンション。一些建物年龄比较大的物件的年份就会很大的压缩资产的价值。
说到这里，常常有朋友拿一些表面看起来很便宜的东京物件，问我这可不可以买？我就会建议可以多观察刚刚说的细节。或许作为台湾人，我们可能不在意这些细节，不过你的下一个买家可能会在意毕竟不动产的总额这么大，在还没买之前，最好先设想到有一天需要退场卖出的时候，从下一家买家的想法出发，反过来思考评估物件，这是我最衷心的建议。当初决定购买 Atlas Omotesando 物件前，也看过好多其他的物件。其实不动产就是多看、多听、多比较，加上自己做的功课，就会学习到很多的经验。后来因为工作要回台湾，所以把这个物件卖掉。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拿这么多真实的数字来说。日本不动产整体还有很多可以聊的。东京当然是永远不变、充满魅力的投资标的。不过其实许多地方型都市，比方说福冈，整体的性价比更高，也深具发展的潜力，是现在日本人和外国投资者非常注目的标的之一。如果这集大家的反馈还不错，之后也希望可以多分享一些这样的题材，欢迎大家在下方留言分享讨论。如果觉得这集做的还不错，也请帮我们按赞，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让我们用知识的力量改变台湾。